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建成。今天是2018年8月10号星期五，今天要来保养这一种传统式的烘压机，型号是 MT2520，那它是 2.5HP 的，它的筒子大概是25公升的，它用电量是110V 的，最大的磅数是8公斤。那这一台它是写2014年10月出厂的，所以大概是4年的机器。其实这种机器坦白讲蛮简单的啦，但是居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这种机器怎么保养。当然我也不是说特别会保养这种机器，只是说一些基本的我们要知道，像讲一寡换油的部分，这咱来知影。那像这种机器我们初步保养就是先把水漏光，然后固定要换这个空压机油。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讲解这个？因为有很多网友有时候会问我说，这个机油怎么换？或者是说他们从机器买来用了好几年都没有换，他突然间会觉得说他在操作的声音变得很难听，就那些拍气的声音会变得就歹听。通常都是没机油啊。那以这一台为例，像这一台它就吃到完全没有机油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是完全吃到没有油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夸张啊。那这一种机器你要吃到完全没有油，真的是可能是从买来用到现在完全没有去换过。客人拿来请我帮他弄的时候，一直反映这个机器声音打起来很难听。现在趁它还没有换机油的时候，我打给各位听一下，但是打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因为毕竟它已经没有油了嘛。有时候你过热的话比较容易缩缸，因为它这个还是属于活塞式的。现在大部分的空压机已经都不用再做这一种换油的保养。咱讲实在，伊这种虽然讲爱换油，但是伊这种做奶超的呀，给各位听一下声音就好。现在这样子打起来的声音就有一点点感觉不太顺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初步的做一点清洁跟保养。那这种机器比较要清洁的部分也是这种空滤器。这种过滤器你也是要一段时间就要保养。通常漏水的部分，我们大概建议你如果是几乎每天使用的，那你就大概1个月放一次水。那如果比较少使用的，至少也要3个月甚至半年放一次水。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标签看你什么时候放水的。现在我就做一点初步的一些简单的清洁跟保养。那以下就是我的空压机清洁保养过程，敬请观赏，谢谢。一样先进行灰尘的保养清洁，我的习惯会先把外盒拆下来。这一种外盒再拆其实蛮简单的，你这样子就拆下来了。那其他的部分，我的习惯还是会先把一些马达里面的灰尘把它清干净。这个散热片基本上还是要清啊。清洁这个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，等我清完我们再继续录。这一台坦白讲它没有保养，我给它看里面几乎都是灰尘了，等一次这个气缸要整个拆起来做清洁。因为你气缸你若无清，伊个久长以后拢会磨损的愈来愈严重，所以我今仔爱先拆这气缸起来做清洁。咱先把这拆起来看卖啊。那这样子气缸就可以整个把它拆起来了。拆起来要清洁也比较好清啊，说实在的。拆起来以后，咱目前来看还好，它的活塞还算干净，有少许的刮伤啊，不太会影响到。初步给它看一下，它里面确实是很多灰尘，没有错啊。最主要是它这里面的灰尘也是蛮厚的啦，倒一点油下去给它做清洁。现在最主要先把这边清洁干净好了，这边的机油确实是全部都没有了。这个换油从这边换，加一个泄油孔，有无？你看伊这油拢乌的，而且没什么油，你看，证明说它这个真的是有的拢食到足严重的啊。这流出来这油，咱摕来切机器。像安尼切机器，把这机器切起来。最主要先来处理这一个气缸头，给它做个记号。拆下来，我们也可以顺便清洁啊。一样做清洁的部分我们略过，等一下再继续录。那我们初步将外观清洁好以后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要上油做保养。我们初步用汽油下去做清洁，因为汽油在洗油渍的部分效果特别好。当然是成本嘛较悬啦。有一些人是用专业的清洁洗剂啊，因为你用那个洗剂洗完以后你还要过水啊，用汽油就不用。但是汽油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有时候会咬蚀一些材质，所以你最后用汽油清洗完以后一定要喷保护油，然后你就不用怕，就全部给它喷，就整台给它喷。尤其是塑胶的部分，因为你有食着汽油，加减嘛是爱甲喷油一下。
像这开关这拢甲喷拢马紧，拢免惊哈。电线这嘛会使拢甲喷，拢甲喷的。买手搁做一盖清洁液啊，效果就会特别好了。所以我在做这种机器的时候，一定会戴这种手套啦，因为有时阵咱用一寡化学清洁用品哦，你故意后拢会对手造成一寡伤害啊。所以我拢会挂这啦，保护家己。外观的部分会当先大概切一下啦，安尼切起来规只就甲新的差不多啊。最后甲油喷喷的。咱初步全部拢安尼保养完成以后，再来就是去轴箱内底哦，因为内底看起来阁有一寡油膏啦。阮的习惯就是讲，你既然要换油啊，咱规气连去轴箱内底吼，拢做一摆甲清清的。这清足简单的，你倒一寡汽油入去。像我嘛是拢会用这种喷壶。内底滴一寡汽油，密喷，安尼咧清就会当甲规个去轴箱清甲足清气，你毋免规粒拆落来，咱伤麻烦呢啊。用这种小方法，效果就足好个啊。比如讲，你可能爱保持一下你的工作环境的风之类。有安规粒安尼咧清哦，就会当清甲足清气个啊。买手搁甲倒一个，安尼看起来内底就加足清气个啊。而且有加一个什么物件，我看卖啊。哦，伊遮内底有落一个毋知啥物物件，我出来看卖啊！哇，你咧讲实在，我是毋知伊是啥物物件呢？因为看起来嘛无可能是高油的啊，即粒就毋知这是啥物啊。叫你来讲，伊内底无应该有即个物件的啊。先暂时甲留的啊，要手啊看卖迄是啥物，研究一下。安尼好以后，这就会当先甲倒起去，啊，买手加油加到8分满就会使啊。安尼去轴箱啊，搁机器的简单的保养，安尼大致上 OK 啊。带落来，咱就会当继续来整理咱摊拄仔用的这只气缸头。因为这气缸头吼内底有小可胎哥，所以咱爱甲拆起来。啊，我先做一下记号的，先甲这粒头拆起来，甲内底清清的。再有两块铁片，哦，咱甲铁片爱注意一下，这两块铁片毋通无去。哦，咱就大概先甲放的。我这气缸头小可太过，咱甲这气缸头规粒甲清清的，因为这看起来拢足太过遐内底啊。所以讲哦，有时阵你过滤棉吼，拢爱定定清、定定换，就是安尼。因为你若无用，你若想迄灰尘一直密，是毋是就一直造成伊内底气缸的磨损？看伊这内底咯，拢小可太过啊，所以这拢爱清啊。这垫片是应该是爱换啊，所以有时阵拆这吼，足麻烦的，就是安尼，伊个垫片的部分吼，拢会污去啊。所以等下可能爱搁做一块垫片啊。这足简单，你就共款啊，把这拆起来吼，清清的，等下做一块垫片，初步已经清洁干净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垫片，因为这种垫片，我们这边附近的五金行要买也买不到。我要找也找不到，所以只好自己做。基本上这个垫片已经做好了，那也是这个工作里面最花时间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大部分都清洁完以后，就可以依序把它装回去了。装回去之前也是一样啊，可以都先喷一点油。那这个再装哦，其实也不困难，因为它都有做一些基本的防呆啊。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装错，那我们就是依序把它装回去这样子而已。因为这部分清洁好了嘛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装回去了。这个铁片一定要记得装就好，反正它就是两个面嘛，不一样的面嘛，所以你就把它依序装回去就可以了。按这个部分去甲调一下，看会走出去袂，确保有走入迄个汤内底。安尼只若无问题，咱就会使甲垫片倒进去。设计好就是安尼啦，咱尽量互伊恢复甲咱原底咧倒的样子安尼，对好好。掺入去的出来的，然后咱这块就会使甲倒进去啊。气缸头安尼咱就整理好啊。接下来咱就会当甲倒转去啊。咧倒这种活塞的时阵吼，咱尽量确保不要有太多灰尘，像讲伊灰尘到最后伫内底嘛会拍出去。所以咱灰尘的部分先甲处理就好，啊，拢喷油。咱的方向正确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安尼就落去啊。基本上安尼应该就会使啊。咱小火烫，看咧烫会顺袂？若会顺就 OK 啊。安尼咱就会当搁甲咱的螺帽这拢啊设长，
好，安尼这扫完以后吼，咱搁大概搁清洁一下，基本上就拢 OK 啊啦。这个时阵吼，咱唔免急要讲要甲伊加油，咱先试车一下。当然时间不要太久，因为里面没有油。那我们试车就是基本上让它说，它整个在跑比较有一点顺这样子而已。起码确定吼，拢整个没有问题啊。咱就当小可甲吹一下，啊唔通硬吹啦，差不多得啦。好，安尼咱所来就当加空压机油啊。我自己本身拢会去买这种空压机指定专用油。啊，这一般外口的有真行较大间的应该拢有咧卖啦。俗俗啊，呢一罐好像这边是写120啊。啊，你就甲加加8分满就好哦，你唔通加伤满哦。你加伤满，伊咧走嘛是袂顺哦。伊这种机啊，佫袂歹啦，伊才佫有甲你画一个红点吼，互你测试讲啊，你的油差不多加遐就会使哦。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边有一个红点。油只要加到这个红点上限差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大概就是8分满就好啦，你唔通加到伤满。油加好以后，咱就会当甲这粒装转去。啊，伊这粒我看卖影啊，咱摊多伫曲轴箱内底吸出来这粒，可能是这个泄压的这个断去啊，这个断去就甲断掉就好啊。我要手甲这个倒去，这个是同时它也是泄压孔啊、泄气阀之类的。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哦，它有时候压力太大哦。你有迄点也当泄出来，再抓压力啊！啊，这大概那个扫按就好，唔免吹到特别按啊。像这铜管之类，啊，吹到清气。依照咱原先安那倒的，你就搁啊倒长安尼尔。这咧倒拢爱顺顺啊哈，你唔通硬筋啊，硬筋足够歹的。你咧倒拢爱顺顺啊吼，啊，所以有时阵你角度爱调一下，啊，吹到按小看。然后过滤器嘛是足重要的，过滤器咱爱拆清一下，因为咱买手会去拆这，就是因为伊伤济。灰尘走入去啊，像这规个拢安尼定翘翘，伊这拢袂使，这过滤的效果拢无好啊。看有的人的机啊吼，足够歹的原因就是伫这啊。那如果像我的话，我自己都会去买这一种高密度的过滤棉。这个比起一般的海绵，它过滤效果更，但是它价格也比较贵啦，它贵了大概4、5倍吧。我莫差伤济啦，安尼稍微做一下，安尼甲剪落，扭一下，莫互伊规安尼结掉的，安尼就 OK 啊。基本上你只要这个过滤的系统做好，机器不太会坏。看到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都没有在做，机器才比较容易会坏。这一定说到拢有小可放落啊，所以咱会当搁摕一块较大块，算增加伊的压力面积啊。咱较袂讲规地到处搁地拍，这样子大致上就保养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测试一下，看里面有没有水，先把水排掉，我们再来测试说这一台机器它从0打到有，那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？一样把所有的空气都排掉了，我现在把它装回去，它整个压力都没有了。像这一种大概25公升的2码半的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它整体打满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。现在把码表归零，开始，我让它从0开始打。整体从0打到满的时间大概需要2分钟20秒左右。以这一种传统式的机器来说，打气速度本来就不快了。这一台在打气的过程中，我都没有给它固定哦，整体的稳定性是相当足够的。然后加上它的声音也不会特别大。那它打满的压力大概介在9公斤左右。以这种机器来讲，这一台的表现这样子算不错的。喷一下看它的压力如何，把它调到最大。你看它现在在打，我们在讲话，坦白讲还是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一点，所以证明这一种机器台湾制造的品质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还蛮推荐这种机器的。那从0打到有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来测试，像它这种6公斤就会开始打嘛，它这种最大压力是到9公斤，那我们等一下测试一下它打的时间大概多久。测试，那我先把码表重置一下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吹到剩6公斤。它开始打以后，我们就给它计时一下。我看它大概是掉到7公斤的时候就会开始打了，一样嘛，6公斤到8公斤，7公斤到9公斤一样的规格，所以我们一样可以这样按照这种模式下去做计时。停止。
大概慢了2秒钟左右。它从7公斤打到9公斤的时间大概是35秒到36秒左右，这样子的速度还算可以接受啦。那我这一台 VIVA AR 的，还有通过 iOS 9001的认证，这边是写台湾制造的。那我这一边空压机的清洁、保养、维修过程，大致上就做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或分享，谢谢。